永不过时。如果问这句话是形容谁的，那么一定是在说剑杖这把武器了。它隐蔽性极强，藏身于绅士们的拐杖之中。与巴顿树相比，剑杖更具威胁。谁也不知道哪位绅士大佬会不会从拐杖里就掏出自己心爱的大宝贝。那么这款隐蔽性极强的武器是如何出现的呢？说起英国 gentleman， 大家普遍的印象，头戴圆礼帽，身着西装打领带，手拿拐杖，温文尔雅，又给人一种油腻的男人形象。对于拿着手杖这件事来说，东方始终是理解不了，这玩意儿不是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的老大爷还真不会这个东西。不过对于西方来说，这东西可是权力的象征。老子也想当一当先知摩西，手持权杖劈开红海，做一次救世主。所以手杖对于绅士来说那就是标配，没个手杖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大声说话。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，在18世纪中后期，欧洲很多国家爱好武力和决斗的狂热粉丝可不少，但当时欧洲各国为了社会安全，明令禁止携带佩剑，这也让许多天生就对打架斗殴的不安定分子十分难受。不过人家也聪明啊，你不让我明着带武器，老子把剑藏在手杖里，这你警察管得再宽，总不能抢我手杖检查一下吧？就这样，剑杖的雏形出现，许多绅士无论是出于防卫还是决斗，都纷纷选择剑杖这款武器。当时剑杖的设计主要还是以决斗为主，所以剑刃的设计和决斗剑几乎没什么区别，而决斗剑的大小几乎和手杖大小差不多，甚至早期的剑杖都不会做太长的剑刃，以便能完美藏身于手杖之中。毕竟那个时候抓住手持管制器具的，直接就送进去吃发霉的牢饭了，谁都不想触这个霉头，以至于往后的剑杖在隐蔽性上做的一个比一个离谱，人家不拔出来，你还真看不出那是剑。不过18世纪早期出现的剑杖，短小的设计杀伤力并不强，毕竟为了迎合更强的隐蔽性，以及剑刃太长导致重量增加，会因此让剑杖完全失去了手杖功能而设计，所以并不追求更强大的破坏力，能防个身就满足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是早期出现的剑杖，也同样配备了血槽。到了19世纪，剑杖的数量不断增加，选择剑杖的客户有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爱好，花里胡哨的剑杖层出不穷，剑刃也在不断的增加长度。最离谱的剑杖甚至近乎手杖本身长度极限的80厘米，导致这款武器完全舍弃了对隐蔽性的追求。毕竟纯粹木质的手杖和这种剑杖在重量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。自此开始，大型剑杖已经不再是自卫的武器，完全变成了绅士们决斗的工具，又或者是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各种不法分子犯罪的利器。不过令人疑惑的是，不管如何增加长度，这款武器在实战中到底有多强呢？说实话，剑杖从设计上本就是为了自卫而存在，所以无论长短，剑杖始终是藏于手杖之中，所以这就限制了剑杖的尺寸，必须是小尺寸，攻击方式也只能是以刺击为主，造成的伤口较小，在新手手中使用，就算是给对手击伤了，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口，贴个创可贴还能再战300回合。并且随着剑刃长度增加，剑杖的重心非常不稳定。更离谱的是，西方绅士们即使是为了决斗，也不想自己的剑杖太难看，各种金属柄头造型层出不穷，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但是这些设计压根儿就不是为了战斗而生的，所以非常影响战斗力。当然，这些剑都是剑杖在外部设计上可能会出现的影响，在决斗当中，真正决定成败的还是使用者。剑杖的决斗案例中，著名的沙洲决斗算是给剑杖来了一波反面宣传。当时赖特使用的剑杖与博伊刀决战时，确实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并且还刺伤了博伊。但是谁都没想到，赖特在占据上风后，突然玩起了骚操作，不上去补刀，最终被博伊刀反杀。不得不说，果然是反派死于话多，老老实实补了刀，屁事儿没有。
这也让薄一刀一战成名。但是知道这场决斗的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剑杖，毕竟失败的原因和武器屁关系没有，纯是因为赖特这个大冤种非得搞些骚操作。不过这也算是剑杖失利的案例之一了。但无论怎么来看待这场决斗，都不可否认的是，相比于巴顿术，剑杖的攻击更加直接，杀伤力也更强，依旧是贵族们首选的防御武器。于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，剑杖大行其道，并且随着女性运动不断扩大，女性自卫术也在蓬勃发展。不过当时社会对于女性携带武器始终比较排斥，正所谓女人钱最好赚，许多商家看到了这一商机，开始纷纷推出剑杖的女性版本，什么伞状、藏于背包式剑状层出不穷。这是剑杖最后的巅峰时期，自此之后，剑杖走向了落寞。一战结束后，剑杖彻底销声匿迹，人们不再携带手杖，剑杖也只能成为一种工艺品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很大程度因为热武器实在是太厉害，并且相较于剑杖更容易隐藏。不得不说，大人，时代变了。7步之外枪快，7步之外枪又快又准，所以护身的重任交给了微型自卫手枪。这些枪支外形小巧，能不失体面地藏在外套、西装、马甲的内兜里，或者藏在女性的皮包里，有一定的杀伤力，可以满足最低限度自卫需求。所以剑杖逐渐消失，成为了历史。不过现在非常有趣的是，如今各类自卫手枪层出不穷，更是许多国家都不禁枪。但是西方国家非常在意剑杖的存在，比利时、德国等国对剑杖都有非常多的限制，而在英国对剑杖的交易更是只允许对那些拥有100年以上的老古董进行，可以说管制非常严格，甚至要高于18世纪西方对刀具的管制。敢触犯一点，怕是分分钟就给你送进去吃牢饭。产生这个原因其实也非常尴尬，主要是这个东西隐蔽性实在是太好了，相较于其他管制刀具来说，它能出其不意地击伤对手，对社会治安是一种极大的挑战，所以干脆一刀切，直接管制了。剑杖这款历经100年风雨的武器，现如今只能是欧洲各大收藏家和刀剑爱好者的收藏品，深藏在展品框中。不过我相信，当剑杖重出江湖之日，必是战争开始之时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